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世界英雄完美版》。可选的角色比较多，我选择了金龙。对面这个角色叫做拉什布丁，其中布丁是一个音译，大家自己体会。而且对面这个角色，我之前使用过一次。他的大招可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叫做秘密花园。中了那招之后，不仅可以给玩家造成血量的伤害，还会造成精神伤害。最后这一下不凑巧啊，对面的血量没有了，还要吃全这个超杀的伤害。所以就喊了半天啊！世界英雄这款游戏一共出了4座，但是当年很少有小伙伴能够玩全，因为每座的区别都不是很大，所以很少有街机厅的老板把这4个机台都引进。初代出品于1992年，2代出品于1993年。2代的人物就比较多了，但是招式上、打击感上和初代区别不大。1994年出了2代的喷射版，我记得这是一款格斗游戏，为什么还能喷射呢？不理解啊。1995年就出了本作《世界英雄完美版》，完美版的系统改进还是不小的，比如说它增加了气槽系统，可以释放超杀。另外，它比较严格的区分了轻攻击和重攻击，因为原来的版本轻攻击就是快速点一下按键，重攻击就是长按。这个用起来还是挺别扭的，一般的格斗游戏，甚至是一般的街机游戏都不会采用这样的设定。但是这里边也有年代的要素，大家要知道，这是90年代初期的游戏系列，毕竟很多游戏的系统还在草创的阶段，没有确定下来。打的这个角色叫做杰克。可能就是开膛手。这款游戏可选的角色就是大杂烩，剧情上也没什么可说的地方。讲的是有一位布朗博士，他发明了时间机器，他想知道哪一个英雄更强，所以就把各个时空的英雄集中到一起。这些家伙就开始打架呀！现在打的这是维京海盗埃里克。我的这个超杀的终结技叫做龙牙角，这招是可以单独用出来的。使用的方式应该是下序，然后上角。由于这款游戏的节奏是比较快的，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单独演示这招了，算是一个对空体。另外的招式就是百裂拳，以及向前小跳之后的连环腿。还有一招我觉得不太好用，第一关的时候给大家演示过，是躺在地上向上方连续踢几脚，然后再跳起来踢一脚。那招的攻击范围特别小，对空都不好用，所以我也就很少使用了。
还有一招有一点像当身技，能够反击，但是鉴于这款游戏的节奏，我实在是施展不好那招，所以就只能放弃了。不过我估计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，应该在 AI 的身上见过这招。这里打的是第4个角色了，基德船长。咱们在打第10关的时候是有望挑战孙悟空的，这是一个隐藏的角色，听起来有点像噬魂的挑战黑子，但是挑战孙悟空的方法可比黑子要难得多，也要复杂得多。咱们前面的这些关卡都要完成一些特殊的操作，比如说使用超杀击倒敌人，或者呢是移动到指定位置等等吧。前面至少要有3个关卡完成了特殊的操作，这样你才能够挑战孙悟空。是否能够挑战我就随缘了。这里打的角色叫做出云良子，技能都是投技，有近身的指令头，也有像克拉克一样的跑动抓人技。他刚才使用的就是想跑过来抓我，但是这样的话就中门大开啊！我刚才看出云良子中了这招之后，我就想，我的百裂拳手速确实很快，但是对面的角色中这招的时候，能不能改拳为掌啊？这样伤害更高，对吧？那样的话，手的摸索啊，不对，打击范围就覆盖了全身。对付不同的角色，要选择不同的打法，就是这一下。使用拳头太残暴了，还是百裂掌比较好。我之前玩过一个世嘉 B 平台的《怒之铁拳2代》，里边把人物替换成了本作的金龙。这里打的是成吉思汗，但为什么场景选在了金字塔呀？和这2个角色都不沾边儿。对面的招式伤害也不低，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的血条是怎么消失的呀。感觉就中了2下，血量就闪烁了，可以放超杀了。为了给大家大量的演示超杀，增加游戏的流畅度还有爽快感，所以我使用的这个版本是世界英雄完美加强版。这个加强版可以直接选择隐藏的人物，另外气槽始终是满的，气槽是满的绝对是一个双刃剑，不仅咱们的气槽是满的，对面也是满的。遇到一些比较喜欢释放超杀的角色，尤其是最终 BOSS， 你就要小心了。万一吃2发就没了。这里打的是吕布，吕布有一个超杀是赤兔马，
关键这个家伙作弊呀、凭什么他拿着方天画戟啊？我不仅空着手，连上衣都没有穿啊！你穿个背心儿，起码防御力还加0.5。这款游戏的分数真的是高啊！这才打了几个角色，分数400万了。我感觉金龙的拳攻击力特别高，反而一些连续技忙活了半天，没什么输出。这个超杀看起来真的是爽快。论武技，第8个打的角色是布罗肯，这个角色非常像街头霸王的维嘉，而且刚才也提到了，本作出品的时间是95年，早就有维嘉这个角色了。大家看，刚才他这个技能更像了呀，只不过身上没有电。对面血量不多了，干脆我就把对面的血量磨没了。布罗肯的招式不仅是像维嘉，有一些地方还像达西姆，尤其是他的长腿和长脚。刚才对面那个腿技，不能说是毫无关系，简直是和维嘉一模一样。他跳跃的手感，我看起来也特别像街头霸王的达西姆，跳起来和落下来速率都非常慢。这里打的是珍妮。其实我录制这次视频之前有一点犹豫，我在想是选珍妮还是出云良子，不过最终还是决定选了金龙。因为我读春秋的呀，正经人啊，而且摇杆修好了。珍妮这个角色的技能大部分都是蓄力技，你使用起来有一点像街霸的骨裂，后续前，下续上。这种蓄力的角色，如果打 AI 的话，咱们是吃亏的，因为 AI 使用这种招式是瞬发，它不需要蓄力。珍妮的大招应该是射出很多箭，有一点像《三国战记》里面黄忠的超杀。下一关就是第10关了，这样咱们就能知道是否挑战成功。这里打的是疯魔小太郎，看起来是挑战成功了，要打悟空。悟空这个角色招式还是比较强力的，弱点是攻击力太低。如果他的攻击力能再稍高一点的话，真的是无敌呀！我们两个同时释放了超杀，看起来悟空是掏出了芭蕉扇。
应该是刚从铁扇公主那里回来，借到了，不应该说是借到了，有点半强迫吧，因为他进到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。你记得最后还有一个台词吗？说嫂嫂快张嘴，老孙要出来了。这样才借到的芭蕉扇，不容易啊。这次时机不错，芭蕉扇这一招是一个打击技。我这边的超杀是一个突进技，攻击判定始终都在，芭蕉扇需要砸在地上，它的攻击判定才会出现，所以咱们还是占优势的。这里打的就是小 boss 了，宙斯。这个家伙真的非常强，他的拳脚攻击范围比我要广，尤其是他的脚。大家注意我的血量，刚才瞬间就消失了半格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。打宙斯赢一局就可以，赢完了之后，后面就是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是迪奥，虽然叫迪奥，但是他不会砸瓦鲁多呀。看起来是最终 BOSS 在强势的乱入，但实际大家想一下，咱们起码少玩了一局啊，没有打小 BOSS 的第二局。这个地方我可以逃课打法，使用下脚，适当的拼一拼。因为局势看起来比较稳。我的这个投技伤害真的不高，但是侮辱性极强。不好啊！刚才这一下伤害很高。第二局可以改变一下打法。BOSS 团身的这个超杀硬直还是比较大的，落下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打。重拳实在是太疼了，没挂。这次应该是没了，这样的话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世界英雄完美版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